房地产在今年上半年轰轰烈烈的救市，但是整体的房产交易量是非常少的。那其中呢，我们只说到了房产的交易量，那这其中呢，这个信息量是非常大的。那有些人不仅要问了，在这么一个救市的情况下，楼市交易量就如此之低，那么未来房价的终极走势是什么？当下我们房地产还有哪些变化？今天我们就具体来聊一聊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来看几个数据。在今年的整个上半年，房地产呢投资的金额下降了 5.6%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房地产的投资下降，也就意味着开发商拿地减少，所以金额下降了。第二个方面的数据呢，就是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 22.6%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我们的需求在减少，我们卖出去的房子面积也在不断的减少。那么还有第三个数据呢，就是我们的销售金额同比下降了 28.9%。那什么意思呢？说明老百姓观望情绪很浓，基本上不拿钱出来买房子了，所以销售面积减少，开发商拿地减少，而销售的金额也减少。这也就是我们当前呢这个上半年救市以后出现的一些问题。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房住不炒的大环境下，我们的房产并没有变得积极起来呢？那主要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体现的。第一个方面呢，就是无止境的建房子，也就是说呢，很多开发商错误的估计了人们的需求，还是在按照以前的模式在建房子，但是房地产的逻辑变了。那我们知道呢，从这个1998年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呢是很缺商品房的，刚好呢，当时这个房子由分配制度变成这个可以买卖的商品房，大量的人口呢在农村还没有进城，随着这个城市化率的进行，人口开始呢向城市转移，在城市当中发展。那么这当中呢，这个住房的需求是大量需求的，所以开发商不断的拿地，不断的建房子。但是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，实际上人们买房子的结构或者说方向已经变了。第一代买了房子的，可能经过10几年的发展，现在呢把以前的房子卖掉，再买房子，属于是置换。那么还有很多人呢，毕业以后第一目标就是到城市发展，但是总归来讲，人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，这个住房的需求被慢慢的满足了，但是开发商还仍然像以前一样认为人们缺房子，大量的建房子，他丝毫没有意识到现在有很多空置房，空置率增大，所以房子建得多买得少，这就呢变成了闲置房，空置房。那么这个模式转变了以后，开发商建的房子多，但是卖不出去，开发商负债率就开始慢慢的高了，而且呢现在房产就走了下坡路。那这是呢第一个，就是供需关系出现了极大的矛盾。那么还有第二点呢，就是说呢，所有的房地产的项目都是在加杠杆运行。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现在房价很高，对吧？那房价呢也不是一下子就涨上来的，而是呢在这个20年的房地产发展当中慢慢的涨上来的，对吧？地价贵了，开发商呢就增加这个房价，房价高了呢，被老百姓买去以后，想要置换呢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把房价再提高。那说白了一点呢，就是水多了加面，面多了加水啊，这个雪球呢越滚越大。开发商呢丝毫不会考虑他的负债啊，大不了呢我就把房价提高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这个效应下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加杠杆。我们别忘了，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也加了杠杆。哪些是我们的杠杆呢？比如说我们贷款，银行加了杠杆，对吧？我们有这个贷款的利率。当我们买完房子以后呢，我们还需要装修，那我们也会核算我们的成本，所以呢到最后卖的时候，这个房价就会越来越贵。好，那讲了这么多呢，很多人就会问，现在呢我们还能不能买房子？能不能买房子呢？我们要看现在的房地产出现了哪些变化。我们之前也讲过，2021年呢就是一个房地产的转型之年，对吧？因为呢过去20年的房地产的模式被打破，那我们当下这个房地产又有哪些变化呢？第一个变化就是说呢，房地产现在已经
基本触底啊，什么意思呢？随着这个房住不炒的进行，我们知道呢，房价稳定了。虽然说它是高位稳定了，但是就不会再出现大家心目当中所期待的高房价啊，或者说呢，成为白菜价。这个房价呢是稳定了。那么稳定了以后，房价的涨跌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国家的大政策有关，和这个人口的流进流出有关系。人口多的城市，地段好的地方，房价仍然很高；人口大量流出的城市，房子会变得有价无市。而且呢，未来这个发展呢，就是城市会以城市群出现啊，大家呢抱团取暖，所以呢会更一步激化房价的两极分化。这也是呢房地产目前的一个现状，已经基本到底，该调控的已经调控了。那么还有第二点呢，就是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啊，房子的流通性变得很差。为什么会变得很差呢？第一，现在的房价仍然在高位，很多家庭该买不起，仍然买不起。接下来的几年，房地产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。最基本的变化呢，不光是说买房子这一块，那么在租赁市场和这个低收入人群，以及呢新青年新市民到这个城市发展，即将落户买房，这些东西上通通都有变化。一句话说白了，未来不一定我买房子才能够实现我的人生价值，或者说才能够判断我是否能够在这个城市当中发展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房子的流动性就变差啊。包括还有第三点，也就是说呢，各地的救市政策或者说楼市政策是否能够全面的宽松，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。那也就是说呢，购房者的观望情绪很浓啊。当然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一个土地结构呢是比较特殊的，很多地方政府呢特别依赖于这个房地产土地的这个收入。那么在房地产税没有全面实行之前，那么如果光依靠这个土地来进行大头的财政收入，那么房价会不会进一步上涨？但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观望呢？一是呢害怕自己高位接盘，二是呢我们的收入和现在的高房价并不匹配，再加上近几年的疫情，很多人意识到现金为王，所以呢在大家不缺房子的情况下，大家可能就不着急改善，也不着急呢去买房子了。所以这就是现在的一个基本现状。那么未来到底还能不能买房子呢？那么还是那句话，要根据自己的需求，你真的有需求你就去买，如果你没有需求，尽量呢就不要再碰房子了。那么在视频的最后呢，不得不提醒大家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。第一方面呢，就是人口方面的问题。当前我们现在的人口增长放缓，人口老龄化增加，可以呢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。我们呢也不要忘了，过去20年呢房地产影响着我国的经济，所以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在即，未来呢可能不能够完全的去依赖房地产。那么房地产究竟何去何从？总之一句话，它已经变了，逻辑发生了变化，不会再像20年前那样。那么未来的情况下呢，房产的居住属性居多，投资属性呢会越变越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